聂大帅宣布军令，次年将大帅之位移交独子聂真。此令所传之处，斥责痛骂之声不息。只因少帅聂真蛮横纨绔，欺行霸市，无恶不作。坊间皆传，少帅掌权之时，恰是洪州覆灭之时。头人在里面。就是为了这个。说话。我就是同街的饭馆丫鬟，我刚看到你们撒谎！对于饭馆丫鬟来说，你身上的胭脂味太过出挑，更何况也闻不到一点油水味。我叫小蝶，是城南沈家沈清夏小姐的丫鬟。继续。我和大小姐今天就要出城了，车票和银两都已经备好，只差一张通行证了。可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家大小姐是和聂府聂少帅有婚约的，怎么想走？逃婚的下场，你想过吗？他就是个人渣。人渣？我要夸你，骂得好。我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你能放了我吗？放了你？当然可以。别动。好像也没那么听话。把你的交出来，你的军衔好像也不低。行，我的确实更有用。走，都别动！哎，别乱来！把枪都放下！你今天耽误了我5分钟，之后我会找机会让你补给我。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机会了。不召回来吗？不用。我说少帅，你也该给自己配把真枪了吧？哪有少帅讨厌枪的？多嘴。不过也巧，得亏这是把假枪才没出事儿。更巧的是，她是沈家大小姐的贴身丫鬟。啊？没什么。这家裁缝铺的赔偿记得补足。明白。大小姐，我回来了。小蝶，你见到这封血书时，我应该已经把自己洗干净。我被一伙军官下了药，随后的记忆就很模糊了。眼下，我只能用死来洗刷耻辱。我们姐妹俩下辈子再相会。大小姐，小姐错了，小姐不该这么晚才刚刚，小姐错了，大小姐。青夏，他真的走了。大小姐去意已决，只留下了这枚票根。都是我这个当爹的
逼走了他。林少帅提亲前逃婚，这事儿传到了聂家，那是要跌了面子的。在洪州得罪了聂府，我们沈家怕是要走到头了。你起来吧。小蝶，以后我的家就是你的家，我要我们永远都在一起。小蝶，我死都不嫁给那个无恶不作的人渣，你会帮我的吧？小姐，我会的。小蝶，别去。我只是个孤身一人的丫鬟，我没有什么好失去的，我没有值得害怕的。大小姐，我哪儿也不会走，我会守住你的秘密，守住沈家的家业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要借机进入聂家，不惜一切代价查出害你的人。给沈老爷子请安，略备薄礼。少帅请坐。请下，出来吧。来了。父亲，请下。这位是聂少帅，聂真。是他。少帅，他是。晚辈实际上有个不情之请，请讲。晚辈想让沈大小姐先行住进聂府，不知沈大小姐意想如何？勋章是军阀里的人。你这是哪门子的规矩啊？哪有新娘未过门就住进婆家的先例啊？婚礼应该尽快筹备妥当，所有事项均由我和青夏小姐商议决定。你有意见吗？我当然有意见。佳姐的婚姻大事得依循祖宗之法，可由不得你这个少帅胡来。沈家二少爷是吗？这里还轮不到你发表意见。这里是沈家，不是你的少帅府。整个洪州都是我的少帅府。我们又见面了，只是我没想到这个方式让我感到有些意外。小丫鬟，我就不能是沈清夏吗？你今天身上的香味比昨天高了一等，但是鞋子并不完全合脚，况且耳洞是新打的，还沾着血迹。这些够了。少帅，到了。到了，夫人。
眼前的少帅好像和传闻中的有些不太一样。你有什么目的？你不也有自己的目的吗？我的目的？你无非是想帮你家那位大小姐脱困，我照着演便是。少帅先前见过我家小姐？从不认识。那你为什么？你别过来！给我。这是我最喜欢的笔，比你的命还重要。夫人，别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。记住，在这个聂府里，你必须按照我的命令行事，你没得选。换一套，再换，再换一套。我很好奇啊，少帅，你完全没有公事要处理的吗？像挑选婚纱配饰这种小事，我自己可以做好的。守着你，就是我眼下最重要的事情。怎么，怕我跑了？少帅不是认为我是待嫁过来的吗？我没有跑的理由。你很聪明，聪明意味着不可控的变量，我不喜欢变量。少帅，你也成为了我的变量呢。是吗？其实这套看着也还不错。悄悄告诉你，只要你乖一点，大婚当天我就可以给你自由。这款发簪怎么样？不喜欢。有蔷薇式的铁簪子吗？这里好像没有。少帅夫人，您还满意吗？不太满意。知道你很聪明，我也是，但是我比你狠，我还敢杀人。如果少帅夫人不满意的话，就换一家店，换到你满意为止。怎么，你害怕我？现在知道我们之间的差距了吗？你还觉得你有胆识跟我斗吗？为了大小姐，不能怕。在浴缸里过夜，感觉怎么样？
少帅，您要的姜茶。这司令部的军事会议，你估计又得无聊一上午了。怎么，昨晚没睡？这么厉害？少废话，好好开你的车。聂真的计划似乎明天之后就会完成，当务之急是弄清楚他留下我的用意。5月6日，丰街裁缝铺。5月7日，百岁婚纱行。这账本记得好像全部都是聂真所做的恶事，但这赔偿款又是什么意思？小蝶，二少爷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那个聂真太危险了，你跟我走。事情没有完成之前，我是不会走的。我喜欢你这么多年，你为什么还是不愿意相信我？二少爷，你说的这些小蝶不明白，也不想明白。小蝶，你要相信我。沈家与红烛的各个商行钱庄签订的有怎样的协议？违约条款又是什么？二少爷，我终究只是个外人。外人？你为什么说这些？是那个聂真，你喜欢上他了？沈家的灭顶之灾不在我，而在于这样的你。不要再把心思花在我身上了。你果然没死。站住！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。少帅夫人，求求您，高抬贵手。昨天我只是配合少帅的吩咐做事。你现在如果不配合我，我会让少帅再来这里光顾一趟。配合配合。小小的丫鬟，聪慧过人。暗中成为了整个沈家的顶梁柱，有点意思。看似行径蛮横的少帅，实则学识过人，宅心仁厚。那么，你的目的只剩下唯一一种可能了。今天这款味道是最好的。不要再故作姿态了，你堂堂少帅，身份赫然。半不像的。好，那你继续。你从来都没有想过要给沈家留活路。这里面是你归国以来的行事记录。今天我去盘问了这些近期被你欺负的店家们，得出了一个结论：你是一个好人。事情流传的你纨绔形象，不过是故意为之。你给每一个你欺负过的店铺都给予了相应的赔偿。
婚纱店的老板没有死，裁缝铺也正在翻新。大帅在你归国之后，开始在民间大肆散播你会成为下一任的大帅，但这并不是你想要的，所以你无所不用其极，也要让所有民众对你的人格产生最彻底的厌恶，为的就是让大帅打消这个念头。不太合理，我现在还只是少帅，等当上大帅，风头更是无量。我为什么拒绝？你手上的钢笔是母亲留给你的吧？最爱你也是你最爱的人，死在了战场当中。你骨子里是个最大的厌战者。对不起，提到了你故去的母亲。这么短的时间就把我的房间翻了个底朝天。不过这些都是你的推测，和你和沈家都没有关系，我又为什么需要你？你明知道我的身份，却上演了一出提亲的戏码，为的就是在高朋满座的婚礼上亲自抖出我是丫鬟的身份，你自己则扮着好一份无辜，闹出整个洪州都惊动的大洋相。这份洋相比你砸烂100家商铺来得更轰轰烈烈，让大帅丢脸。当然了，这个代价就是让沈家破灭。不过你并不在乎，所以我说，你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给沈家留活路。把枪收起来，别坏我的规矩。可他现在是你的隐患。刘秀，我再警告你最后一次，把枪收起来，然后出去。所以你打算是现在把我解决了，还是兑现我的奖励？你想要什么奖励？毁掉沈家之后，给足赔偿。这不作数，我本来就会这么做。好，那把沈家安顿好之后，你帮我查一个人。当然没问题，但你真的做好了做我牺牲品的准备了吗？我没得选，对吧，少帅？梦啊，流雨之风，胜了成全多少事。今天我们聚集于此，见证聂真先生和沈清夏小姐的神圣婚礼。这是个光荣的时刻，因此它不是鲁莽而又欠缺考虑的，而是虔诚而又严肃的。现在请聂真先生向宾客致辞，并向有缘人抛出捧花。抱歉，诸位来宾，我聂真做事从来都不守规矩。小姐，对不起，小蝶没能保住沈家的脸面。在西方世界里，捧花是新人的赠礼，代表着将美好也分享给身边的人。而我聂真特别自私，我不想把我和沈清夏小姐命中注定的缘分稀释掉，所以，我发誓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我都愿意娶你为妻。沈清夏小姐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梦啊，流雨之风，胜了成全多少事与众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愿意嫁给我吗？路过恍然，可是又落空。等啊，你奔而上，心和硬汉逝去太匆匆。我愿意。人只于一双眸，披荆的一道锋。不可远赴余生，当水海尽处之年汹涌。
妄想在世间裂缝，不罢休，学会从容。孤独把落日余晖都珍重，他在传闻里曾何去何从？从来冰雪消融，如现如生一场空。空荡荡却不悔的瞳孔，藏匿无穷无尽的孤勇，用半生贪恋着生死与共。你为什么最后改了主意，没有把我的身份暴露出去？那个二少爷喜欢你。我们只是从小一起长到大，但是我们身份差距太悬殊了，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结果的。有我们这样悬殊吗？你说的这些和我问你的问题没有关系，你是在和他怄气吗？如果我要把你身份曝光出去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利用记者，但是我并没有这么做，因为我从昨晚就放弃了这个计划，和那个二少爷没有一点关系。这是为何？你只是个丫鬟，但却敢为了一张通行证绑架我。我只是不要命了一些。你只是个丫鬟，但却可以让一个少爷对你以命相交。这个世界上总有傻子。你只是个丫鬟，但却只花了1个下午的时间就查清楚关于我的一切。是你自己留下了关键的线索。我只是很欣赏你，因为我觉得留下你在身边，说不定会有惊喜，仅此而已。少帅，你不觉得这个说法有点过于牵强了吗？那你还需要别的什么理由？一个足以让我信服的理由。我开始对你感兴趣了，这个理由足够吗？我们做个交易，这是我事先就拟好的契约。我帮你追查你想找的人，而你则时刻保证待在我的身边。我是你的少帅先生，你是我的契约新娘。咱们恪守契约精神，签字画押，如何？如何画押？怎么，夫人洞房花烛夜，还想睡浴缸不成？说好我们的契约。
别担心你不该担心的。怎么了？你先前好像有些怕我，是我该问你怎么了？在大帅面前怕露馅儿，有些紧张。我可不相信你这么容易紧张。第一次当少帅夫人，你得多见谅。对了，我们签了契约，你想让我帮你找谁？我是个孤儿。从小被抛弃的孤儿，我想让你帮我找我的亲生父母。好办，但需要时间。20年都等了，还差这会儿。你今天不是说还有公务要忙吗？快去吧。这可是我的房间，你居然赶我走？对呀。赶你走了。这次是警告，下次还敢对我开枪，就是惩罚了。最快速度办完事情。少帅急着回宅子？是出了什么事儿吗？没什么，想家了而已。回家？咱不是刚出来吗？多嘴。管家。少夫人有什么吩咐？父亲在吗？哎呦，当真不凑巧，大帅吃完午饭就去师部了，至少要明晚才会回来。少夫人有什么需要可以和我说。明晚？我差人要了一份中药方子，想着对父亲的身体有益。没事儿，我自己放学他房间里吧。等父亲回来，您知会我一声。好的。四娘，是您来了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来给大帅送中药方子。这里可是大帅的房间，机密要件极多。你的少帅先生没好好教你规矩吗？四娘得罪了。不过听您的语气，似乎不太喜欢聂真。毛头小子罢了。至于你沈清夏沈小姐，我可是知道一些不可告人之事。你以后在这聂府啊，可能不得不客气点了。听四娘这么说，清夏倒是有些好奇。你与你的家弟沈多然，似乎有些不伦的关系吧？你什么意思？威胁我？想必四娘是误会我和多然了。不过我和您确实有些事情可以合作。四娘是又犯什么病了？
有这么跟家里长辈说话的吗？究竟怎么回事？四娘，她误会我拿了大帅的文件。少帅怕是不知道，自己娶了个细作过门吧？你打他了是吧？我知道你眼里没我这个后娘，但你要是青红皂白也不分，就别怪我让大帅明辨是非。别说的那么冠冕堂皇，你骨子里就是喜欢和人斗，但你斗不过，所以你就对他下手，对吗？那你倒是解释解释，他一个人鬼鬼祟祟在大帅房间里面做什么？少夫人那是给大帅。这有你说话的份吗？你别欺负人！四娘，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，我那是去给大帅送中药方子去的。你放屁！青夏要进我父亲的书房，要你同意吗？我可没那个意思啊，只是看他的样子就知道他绝对没安什么好心。聂真，这件事情说到底还是我思虑不周。没错，这账该怎么算，还得是聂平来说。至少你说了不算。你干嘛？往事若能回味，岁月已憔悴，宿命是你给的抚慰，回忆中如流水，情浓不知醉，自由是你承诺过的收尾，谎言比真实纯粹，遗憾始终不悔，凝视的虚伪各自沉醉，感官如潮涨。你会是真的对我感兴趣吗？你会是真的喜欢我吗？还是说你在之前另一个我学不出来的计划呢？聂真，有的时候我真的挺希望没有在朝廷里看见那枚勋章，那样我们之间或许会不一样。但是很遗憾，你现在表现得越完美，大小姐所受的侮辱对我来说就越刻骨铭心。你的形象在我的心中就越可怕。下一次就是真的子弹了，都快结束了。如果聂真不出现怎么办？不，他一定会来的。少夫人，这次多亏了少夫人，佳妹已经把少夫人的精妙计划告诉我了。放心，此次聂真必出。那就多谢侯师长了。我和四娘说的也清楚，青夏想要的只有钱。等侯师长您执掌洪州的那一天，我们沈家可就全仰仗您侯师长，哦不，侯大帅了。不愧是留洋归来的大才女，心思稳，手段狠。原来如此，只是虚惊一场。虚惊，小子，你是没看清现在的形势吗？我的夫人没有受伤，自然是虚惊。我的好少帅，你到底要傻到什么时候呀？我与少夫人设局把你骗来，
今天就没打算让你活着回去。至于大帅之位，是你这种不学无术的人能做的吗？你也凭他护子，但是我不想，洪州就绝对不能葬送在你的手里。夫人，过来吧。少废话一阵，我来开这枪。空包的，好玩吗？我不喜欢枪，自然也不喜欢火药和子弹。什么？开枪！立刻开枪！什么水平的师长，自己身边的警卫全是卧底都不知道。抱歉了，侯师长，这颗警告用的子弹，你必须啊！你一直在藏拙，我没工夫跟你藏什么拙。原本你不杀我，这些人永远不会对你开枪。更何况，你牵扯到了你牵扯不起的人。你放我下来！我觉得我们之间的误会有些大。你凌辱了我家大小姐，害她投河自尽，还敢说误会？我根本不认识什么沈清夏小姐，何来凌辱一说？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？在裁缝铺。你敢说结束之后，你没有去城北的旧染坊行凶？当然敢。你看过我的账本，我会做什么，你很清楚。别骗了聂真！我搜过染坊，在现场找到过物证，强奸她的人胸前有一枚特制的铁蔷薇勋章，和你桌上的那枚一模一样。杀了我吧，这样我就能做鬼也不放过你。小蝶，我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你挑错了复仇的对象。那枚勋章是我爹颁发给我的，我和我爹都有。除了我和他以外，还有3位师长都有，也包括今晚你看到的侯师长。小蝶，相信我。我真的没有迫害你们家大小姐，但我会尽快查清楚这一切，给你一个合理的交代。我原本以为今晚就可以帮大小姐报仇了。不会很久的。相信我。差点害死了你。你很聪明，但比起我，还差一点点。你爹爆了子弹。我很讨厌枪，你没发现整个聂府上上下下，包括我父亲，都不随身带着枪吗？这是我这个蛮横的少帅提出的无理要求，父亲送我的礼物不能扔，所以我就只能换了子弹。没想到这无心之举，救了你，也救了我自己。你真的不恨我吗？我不恨你是真的，我讨厌枪是真的。我恨司仪太欺负你是真的，我看到沈多然寄来匕首，心跳漏了100，也是真的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喜欢你。这是最真实的。
我需要向你郑重道一次歉。我觉得你最需要道歉的人应该是我。少帅，那个狗屁师长愿意服输，但我绝对不会服输的。我此行去南方，一为经商，二为积蓄力量。等我再回洪州的时候，手上一定有能赢你的筹码。我等着。小蝶，此行你去南方，是因为我对你下了驱逐令。要拥抱的话，我给你。等等。给我。什么意思啊？怎么，你是觉得我抢走沈少爷送你的礼物，很令人讨厌吗？这只是二少爷的一片心意，干嘛这么小气啊？心意，心意是吧？我睡了多久？没多久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在西洋留学时最喜欢吃的奶油蛋糕，我想送给你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。好吃，我愿意喜欢你的喜欢。小蝶，等时局稳定以后，我想带你走我走过的路，看我看过的书。我想把我一个人的经历变成我们两个人的回忆。至于现在，我得替你去办事，侯师长的子弹不能败。一真，那你会有危险吗？其实和你在一起，我更危险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。你再说一遍。和你在一起，我更危险。有多危险？很危险。
有什么事儿不能到司令部去说，非得到这儿来？依我看，老侯是打算交出兵权了。打仗那么多年，杀了这么多人，现在想起来这地方赎罪来。想见你们的人不是我，我只是个传话的。进去再说吧。我以为是什么事儿呢，原来是少帅喊我们来。不知少帅如此兴师动众，把我们请到这儿来，有何指教？晚辈请3位师长过来，是想调查清楚一件事。但是叔叔们平日杀伐决断，心中也是颇有城府，可能不大愿意与晚辈好生交谈，因此我也准备了好礼相赠。少帅，我就不用了吧。这些资料都是平日里晚辈我插科打诨是偶有所得，我父亲并不知情。如果3位叔叔不希望这份资料送到我父亲手上，接下来的问题还请3位叔叔如实回答。晚辈想知道3位师长10日前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。再一会儿就好了。这人一老啊，做事就是麻烦，就连喝酒也不行，妄想太大。那就少喝一点，喝多了对身子也不好。我记得10来天前就有那么一次，在城北面和南方洽谈商贸合作，参加了会后的庆功宴，这没喝多少酒啊，就彻底醉了。清醒之后，副官跟我说，我是一头钻进了隔壁的染坊里，同行的老友啊也一致挤兑我，说我欺负了一个姑娘。反正我压根儿不记得这事儿，悄悄骗我，被这边记下了。做噩梦了吗？最近午睡啊，一直不安宁。是我不好，给您理胡须，害您流了血。嗨，没事。哎，我也不能总让你照顾，这成什么样子了？青霞，你多陪陪聂真那小子，他没有你在，这说不定又在外面闹什么事儿。行了，我再休息会儿。我就是在等他回来。快点！是。再快点！管家，你去城北的铺子买一些安神的香料。大帅最近睡得不踏实，他可以焚香办公，这样也可以安心养神一些。好嘞，少夫人。小雨，你去城南的花坊购置些新鲜的鲜花回来。咱们这聂府啊，整日沉闷得很，少帅、大帅都是喜欢生机的主。是少夫人。阿轩，你去仓库把煤油搬出来。少帅今天说，放在那儿似乎有隐患，你先拿出来，次日再放去车房里。是少夫人。你已经知道了。我在等你回来。我从来没有瞒过你。我知道你没有瞒我，我也知道
你与师长他们在博弈，一定很快就能知道真相，所以我一直在等你。但我现在才发现，我其实没有选择，该结束的总会结束。我等你回来呢，就想好好跟你道个别。小蝶，你别干傻事。少帅，聂真，我真的很满足能够遇到你，很满足。小蝶，那你先把煤油灯放下，好吗？聂真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没得选，我必须要为大小姐报仇。为了复仇，我害过你，我们也才因此结缘的。如今我已经知道，是大帅害死的大小姐。与你好好道完别，我也可以安心的走。小蝶，你放心，聂府上上下下的人，我都已经安排好了。今晚只有我与大帅会葬身在这火海里。小蝶，我知道为你的大小姐复仇是你最重要的事情。我也知道此刻的你一定特别痛恨我的父亲，但我想让你知道，我也特别恨我的父亲。他在洪州为非作歹，无时无刻不扮演着伪善的面孔。他甚至害死了我的母亲。所以这把火，应该我来点。梦啊，流雨之风，生来成全多少事与衷。这样，他既能够赎了他的罪，我也可以摆脱这令我厌恶的人生。你不一样，你的人生才刚开始。我不希望你死在这场火海之中，小蝶。我希望你能好好活下去。把灯给我，好吗？以后在这对我是有什么计谋，对吗，聂真？这一次我没有。给我。你松开。小蝶，给我。两位在这儿商量什么呢？
沈小姐，这才多久不见，你就不记得我了？我，严冰冰啊。严冰冰。青霞，怎么也不提前告诉我一声，你老同学严小姐今天就到呢？大帅您别怪他，是我擅自主张联系的您。我也是前几天刚刚到的洪州，前天来府上找您时，青夏恰好不在，我寻思总归能见到，所以就优先和您商量治疗的事情了。青夏他呀，在德国就总说些关于洪州的事情，我也是从旁得知，大帅您一直有头痛、拿不稳东西的老毛病，我就自己来找您了。那大帅这2天有准备好药品吗？都差人准备好了，就有劳严小姐了。大帅您见外了。青夏，我小蝶今与我家小姐结拜，我会永远守护小姐周全，保她一世平安。青夏，我得为聂大帅做些细致的检查，或许有些不太方便的地方，要不你与少帅先出去吧。好。严小姐，尽管检查便好。小蝶，你怎么样？没事。那个严冰冰，她到底是谁？你不是沈小姐，也没有出过国，她说的自然全都是假话。她是不是威胁你了？你答应我，这件事你不要再问了，好不好？好。你会自己去查的，对吗？你不想说，我不会逼你，只是我不喜欢变量，尤其是会威胁到你的变量。聂真，你放心，这个严冰冰，她不会威胁到我的。小蝶，这个世界上对你好的只会是我一个人，其他人我都不放心。严小姐，犬子让你看笑话了。这有什么笑话的？我还羡慕呢。你羡慕什么？我羡慕少帅和少夫人能有聂大帅这般的依靠，能在这乱世之中活得如此自在，不像我无依无靠的。你与青夏是知交，以后这聂府也可以是你的依靠。只要严小姐不嫌弃，不如就在这儿住下吧。也好，那我就住下来，天天盯着你，直到把你的身子照顾好。血压仪好像有些不灵敏，大帅现在头还疼吗？哦，还有一点儿。哦，那只能用手来测了，大帅介意吗？自然是不介意。有句话说来唐突，就是我看严小姐这面相，老夫我觉得有点面熟。这倒是出奇的缘分了，日后聂大帅叫我冰冰就好。好的，冰冰。啊。
少帅，你要我查的那个叫严冰冰的女人，我都查完了，果然如你所料，她的身份是假的。我查了德国所有医校这几届的学生名单，还有洪州这些年出国留学的学生档案，根本没有一个叫严冰冰的学生。知道了，去城北一趟，我要验证我的猜想。小姐，真没想到我还能再见到你。我也没想到，我们俩还能像小时候一样。所以说，那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那天的事情，我忘记得差不多了。小姐，你受苦了。你放心，我已经找到了伤害你的人。聂平道貌岸然，确实该死。你都已经知道了，自然。但他不是全部，甚至得留到最后。你是想对聂家下手？你会帮我吗？会。那我要你帮我除掉一个人。陪我喝点吧。好。等等，喝之前不是都得说点什么吗？你想让我对你说什么？想说什么说什么。出狱的那天，你欠我5分钟，记得吗？你今天耽误了我5分钟，之后会找机会让你补给我的。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机会了。我一直在想，你要怎么把那5分钟还给我？告诉我，你想到了吗？我想过，让你抱着我5分钟，但是这不再稀奇了。我也想过让你吻我5分钟，但我怕你太害羞。最后想了想，算了吧，先让你欠着，日后有机会会让你还给我的。总之，我觉得和你在一起的每分每秒都很宝贵。我知道这杯酒是严冰冰准备的，她是真正的沈青霞。春风吹不尽，似水流年。相遇在乱世苍茫的。我从小是个孤儿，受沈家的照顾长大。大小姐，她是对我最亲、最好的人。很多时候我都觉得，没有她，我根本不可能活下去。因为她才有现在的我，所以我根本不可能背弃她。但我也知道，你是一个很好、很好的人，好的，我觉得这么好的人怎么会被我遇到？叶真，谢谢。
聂真，别走。小蝶，好热。你能不能不要走？小蝶。父亲，哎，请下，坐坐坐。哎，对了，你四娘呢？啊，四娘被侯市长接回娘家了，今天晚点就回。哦，好。那这样，你陪着冰冰，你们老同学，我想也还没来得及好好叙叙旧，我还有点事儿要办。冰冰就交给你了。是。怎么不说话？这到底是什么？你不是都已经体会过了吗？还问我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还能是为什么？为了帮你啊。帮我？帮我什么？小蝶，其实你对聂少帅早就动心了吧？那天我在聂府门口就看出来了。小蝶啊，你是我这么些年见过最聪明的姑娘。家里那些人事的、商业的种种，你都比我擅长。但是啊，你唯一的缺憾就是对于男女之事的陌生。从小就和我黏在一起，也不向我留过洋，至少见过别人直截了当的男欢女爱。所以我就想，以你这个迟钝的性子，这层窗户纸还不知道猴年马月能捅破呢。所以我就出手帮个忙喽。而且我要扳倒聂家也是真的，只不过聂真需要你帮我控制住，所有该利用的都可以利用，遂了自己的愿便好。这还是你教给我的。对了，你最好盼着聂真一如既往的聪明。那你为何要骗我？我逗你玩的，可以吗？那一刻，自从小姐回来后，就萦绕在我心里的感受，终于具象成了一个词。这种感受，就像纱窗一样，间隔在我和小姐中间的诡异，名为陌生。
昨晚我做了个美梦，和你一起。小蝶，你心情不好？我没有啊。我能感受得到。聂真，如果一个人彻底变成了你不认识的样子，你会怎么做？那就重新认识他。可如果重新认识的过程很有危险呢？那你就来找我。我这不是来找你了吗？他没有对你做很过分的事情吧？昨天晚上的事算过分吗？小蝶，你说，如果没有昨晚的事，我们何时会结为正式夫妻啊？小蝶，小蝶，你怎么了？小蝶，小蝶，小蝶，沈静夏，你究竟给他吃了什么？回答我，还能是什么？合欢散。你在合欢散下了毒，把解药给我。我手上没有。少废话，快给我！那是甲苯化合物，寻常医生连查都查不出来。整个洪州，我只知道一个人有解药。不过，他是个有些奇怪的疯子。你想从他手里拿到解药，估计没那么容易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这不是场交易，我的目的早就实现了。我想少帅应该知道一桃杀三士的典故，那是利用了嫉妒心，不够残忍。乖乖去拿你的解药吧，白岭镇雨花巷74号，聂府，我会替你照看好的。少帅，少帅，医生那边都说查不出少夫人的贞洁。我已经从严冰冰那里得到线索了。需要我准备什么吗？司仪太走了吗？这没听管家提起过呀。大帅不在吗？你就是那个新来的护士。四姨太刚回来就要走了，是聂真提醒你的吧？是你。不知道是不是四姨太年纪大了些，走得慢。大小姐，你究竟要玩到什么地步？我可是来做善事的，你不信倒也罢了。那小蝶又做了什么恶事，要被合欢散迷晕，又被毒药害死呢？
怎么？觉得委屈了？为了大小姐，我命都可以不要。小蝶不委屈。你的命好像不太值钱，为了聂真，你同样也豁得出去，不是吗？我所认识的大小姐，从来不是这样的。这种花叫做曼珠沙华，用人血浇灌是最好的。四姨太之前对你好像不太友好，我帮你解决了她，还浇了花。你是不是应该谢谢我？你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你疯了吗？多亏了你呀！沈小姐，你醒了。你是谁？我叫赵莹，是救你的人。为什么要救我？我们之所以救你，是希望得到你的帮助。我连我自己都救不了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这就是你新的身份。燕冰冰。整个洪州，与你有过同样遭遇的人太多太多，拯救这些人就是我的计划。如果你心中有恨，不希望这个世上还有人像你一样遭遇不测，那么加入我们，是你最好的选择。你是想除掉聂家，他们是一切罪恶的根源。关于你的贴身丫鬟小蝶，我这里也有些东西，想让你看看。你就从来没有想过你的贴身丫鬟究竟是什么立场吗？为什么她迟迟不出现？为什么她逐步掌握了沈家？为什么家族独子对其念念不忘？更重要的是，你在城北染坊赴约等候，只有她一个人知道吧？这是家废弃的染坊，凭什么就会有人来呢？你的意思是小蝶舍去害了我？可是他这么做是为了什么？兴许以往还没有出现值得他下死手的诱惑力，但现在有了，不是吗？他想进入聂家。对或错，你可以在养伤这段时间慢慢去求证。你现在死了，有的是时间。大小姐，我们20多年的情谊，就因为旁人的一段话，全否定了。我也不愿意相信。可是你日后的所作所为，不恰恰印证了这些吗？我那是为了救你。救我？救我用不着替聂真服下毒药。这一切和他没有关系。我得谢谢聂真，他已经成为了你的软肋。没有他，我赢不了你，也不会彻底下定决心。小蝶，那天你没勇气放火，我就已经完成了心中最后的求证。哦，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聂真去帮你拿解药了。不过他此行能活下来的几率，好像比四姨太都要少呢。他在哪儿？赵医生，你是聂真？原来是少帅。严小姐果然没有骗我，她胆子真大。赵医生，我是来拿解药的。哦，解药，我可以给你解药，但是你得满足我2个条件。只要是我能做到的，什么要求我
都尽可能满足赵医生。好，太好了。我这里有份试剂，一直没有试验者。我不能保证你不死，并且呢，我不确定你会遭受多么大的痛苦。你愿意试试吗？是我错了，大小姐。我只求你告诉我，聂真，他到底在哪？他果然是你最大的倚仗。你都为了他害死我了，这么大的筹码，可不能换个满盘皆输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大小姐，你想怎么理解，就怎么理解吧。小蝶不会再身边什么的。真没意思。行吧，我告诉你他在哪。我想要一个承诺，只要你愿意一试啊，承诺我可以给的，哪怕我死在这儿，我也希望你把秦阳送到小蝶手上。好，我答应你。等我，哪怕是死，也要死在一起。梦啊，流雨之风，生来成全多少事与众，飘向谁辗转，路过恍然，可是又落空。灯啊，逆奔而生，心看眼看失去太匆匆。小蝶，人只一双梦，披荆的一道风。任岁月伏笔于手，让这血海尽处执念汹涌。妄想在世间的风。他的命少活一天，我都觉得不行。你什么意思？5枚子弹，我只开1枪。很好啊，一次激发换所有解药，这样更刺激。小蝶，来，大帅，也该用药。我那时受的罪，你慢慢品尝。我们有的是时间。少帅，叶琛，叶琛，别怕，有人担心我作弊，在验枪呢。快把解药吃了。
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别害怕，小蝶，小蝶，刚刚那个什么妖气，真的很要命啊！聂真，聂真！我得恭喜你们，居然都活了下来。大小姐，你究竟还要做到什么程度才肯罢休？这种可能性不存在。我不管你现在是怎么看我，我只求你告诉我，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救聂真？把该是我的全还给我，不该是你的全部吐出来。这样的话，我可以考虑一下。不该是我的，当然，包括聂真。他能活着就好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喜欢你。沈小姐，沈小姐，听说你有重大的新闻要宣布，什么消息呢？与聂府有关吗？请大家安静。各位记者朋友们，今夜将大家召集前来聂府，只为了宣布一件事，有关于我的身世。我并不是沈家大小姐沈清夏，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丫鬟。我叫小蝶，甚至连姓都没有。当日是出于私心，所以顶替了沈家大小姐嫁入聂家。如今聂家已经查明真相，此刻我将离开聂府，我与聂家少帅聂真的婚姻也就此作废。少帅，你醒了。我昏迷了多久？1整天了。小
爹呢？少帅，我问你小爹呢？少帅，少帅，少帅，少夫人说希望你好好活着。滚开！哎，少帅，少夫人说了，以你的能力，不可能被严冰冰困住一辈子的，但你得先活下去。滚！少帅，林小姐，请您回答一下。我说一下，你说的那样，什么意思啊？您回答一下吧。小爹，少帅，林小姐，请您看这边说一下吧，清楚一点。请您不要回避这个问题啊。是啊。小爹，少帅，小爹。如今严冰冰更是把控着帅府，把原来贴身守卫全换。见，过会儿签就好。严小姐，我们3人已经有1个月有余没有见到大帅了。你说军报军情要经过你之手，似乎不太合适吧？军队的事我是不太懂。但是作为大帅的医师，我很了解他现在的身体状况。目前的他参加会议更不合适。严小姐，您这么说的话，可能我们3人今天就不客气一回了。哦，怎么个不客气法？如果今天见不到大帅，老臣恐怕就得坏了聂府不见枪的规矩了。3位师长多虑了，家父确实身体抱恙，你们对严小姐可以全然放心。前不久，家父把严小姐纳入妾室，关于军政上的一切，你们都可以直接向武良汇报，他会代为转达的。有劳3位师长，慢走不送。我这个舞娘得谢谢你了，少帅。可怜他吗？我爹没什么值得可怜的，他造的孽，他心里也很清楚。那你在这演什么孝心？当年他执迷于征战，因为战事间接害死了我娘，所以比起你，我恨他也不遑多让。但他终究是我爹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死，仅此而已。说的似乎很有道理，但我对你总是看不太透。倒也无妨，没有我每隔3天的一颗解药，大帅他随时都会咽气。我先送我父亲回去了。大帅还得我来照顾呢。我不吃你这套。看在大帅的份上，我们2个之间还得好好的和平共处。你可得好好活着，像条着了温的死狗一般活着吧。我理解你对他的恨，但是别太过火了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得确定我的人是不是顺利入住聂府了。况且今天是交货的日子。
该准备的我都已经提前准备好了。你放心，他的命我会留着。我知道什么事情更重要。眼下最重要的事情，可能还在聂真身上。怎么说？今天那几个师长对你施压了，日后这种情形还会。这是我事先就拟好的契约。我是你的少帅先生，你是我的契约新娘。我发誓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我都愿意娶你。你愿意嫁给我？ 我愿意。这是我在西洋留学时最喜欢吃的奶油蛋糕，我想送给你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？我愿意喜欢你的喜欢。我倒是很好奇，一个被软禁的阶下囚。 说话还能这么硬气，我就是这个性格。厌恶的话，你随时杀了我。少帅，这是哪里的话？怎么，有事？生活中最妙的事儿，不就是闲来无事吗？陪陪我。姑娘，你是我爹的妾室。 是，但这件事影响很大吗？我这身缎子好看吗？还不好看吗？姑娘，快把衣服穿起来吧，我要看书了。 书中可没有颜如玉，聂真，你眼前的我，才是最真实的。别再假扮坐怀不乱的戏码了，你和你爹，骨子里都是一样的。就算像你对小蝶那样给我下药，我也不会配合你演戏的，因为说实话，有些恶心。你少给我提他，聂真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不如我的愿。 我不介意坏了我们的约定，把你最心爱的小蝶给杀了。你本来就没打算放过他，我或者他都还不能死，就像我爹那样。杀一个丫鬟不会有多少变故的，你可以试试我的底线。现在主动权在我手上，聂真，晚上我会再来找你的。如果你考虑清楚了，届时。 就给我一个明确的态度。这是最后一批了。你确定聂府已经翻干净了？绝对没有遗漏的文件。可是那些看起来还不太够。
剩下的文件应该在那3位师长手里，还需要另外想办法逼他们交出来。心情不太好。没什么。你必须要尽快。我们那些被困的同僚等不了太久，这些文件是能救他们的唯一方式。你放心，我会处理好的。明明没过多久，却一辈子也忘不掉。小蝶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就好，喝口茶吧。聂真的事情是真的吗？小蝶，这次去江州，我找到了你的家人和身世。18年前，江州胡家受到迫害，家族分崩在即。胡老爷子证明。二少爷，谢谢你。谢我做什么？我觉得值当就好。我也很有自知之明，这件事情还不足以让我赢过聂真。怪我，哪壶不该提哪壶。二少爷，时候也不早了，要不今天早些休息，明天我给你做一顿丰盛的大餐。小蝶，如今的胡家可谓是江州首富，洪州太乱了，我希望你能回到江州去，回胡家去，在那里你能得到最好的庇护。南方无战事，你也可以摆脱眼前的漩涡。我就算要回，也要带着聂真一块儿回去。只不过，眼下还没到时机。他就这么值得你坚持吗？二少爷，我很感激你为我做的一切，我也很感激你帮我找到了我的过去。但是聂真，她是我的未来。想通了？我这个态度还不明显吗？少帅，只要我们肯花些时间，你一定能忘了以前的一些人和事儿。但是在温存之前，我想知道所有我不知道的事情。你又在打什么主意？别担心，现在我的命都是你的，更何况我的人。我只是讨厌变量，讨厌我不了解的事物。对了，你今天身上的香味很特别。现在知道说好话了。我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一个名叫洪州同袍会的组织。同袍会？我怎么没听说过？你爹之前抓了很多同袍会的能人志士，安排手下做了秘密关押，地点他自己懒得过问。我背后有位赵先生是同袍会的头目，他需要线索救出这些人，而我恰好被他所救，和你爹有最深的仇怨，我们之间自然就有了合作。我能一步步把聂家搞垮，让你重新回到我身边，这些都是赵先生的功劳。所以这1个月你们不断把这些资料搬运出去，就是为了寻找关押地点，对吗？你别想这么多了，
这些事情我都无所谓。你有所谓也拦不住我了。那你的所作所为，我只是在还人情。赵先生的人情吗？赵先生救了我，我自然得帮他。不过我的心思只在复仇上。你爹的命是赵先生留的，但这也没什么。赵先生打算救出同僚之后，再彻底掀了洪州，还黎民百姓一个新世界。聂真，把小蝶忘了吧，我不杀他，你做我的少帅，不好吗？听起来还不错。爱上我，聂真，只需要3天，你会爱上我的。只可惜，这半场戏我都演不下去。严小姐，下次可千万别随便相信男人，尤其是我这种风评不佳的少帅。都别动！原本想拉你入伙，但可惜，堂堂少帅倒当真被一个臭丫鬟迷了心窍。拿严小姐的命，一命换一命。你觉得值当吗？赵先生，当然不值当。他是我控制大帅最好的伙伴。你知道的太多了。组建同袍会，针对的就是你们聂家。以少帅的秉性与遭遇，我当然得全面了解。同袍会，严小姐相信你，我可不信。聂真，你什么意思？也是，聂少帅，你看似玩世不恭，实际上对整个洪州都了如指掌。那么欢迎你来查我的身份，如果你还有机会的话。你很厉害。也是个很好的对手，但可惜，我是聂真。你是聂真，就不会动手。自然，你在暗，我在明。我今天只是为了逃离罢了。你说什么？聂真从聂府出逃了。消息绝对可靠，他会来找你的。我绝对不能见他。我当时以最决绝的方式，才让大小姐愿意相信我与聂府不会再有任何瓜葛，聂真的性命才得以保全。如今他逃了出来，如果我见了他，便是彻底毁了约。以大小姐现在的性子，她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，你我都无法预料。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吧。小蝶不能见你，你这样会害了她。小蝶，我很想见你。但是对不起，也许我真的不该把你拉进这些纷扰里。聂真，不是不想见你，不是不想拥抱你，只是在找到一个万全的办法之前，我更想保护你。所以即便不舍，也只有看着你离开。从3年前开始，你就没有做错任何的选择。但是为了他，你开始不顾一切了。不顾一切，但是仍然理智。你理智？理智到不顾自己的人生吗？没有他，我的人生就不成立。
知道吗，二少爷？其实我不是那种会因为爱情就失去心智的人，只是这次情况不一样。大小姐已经不是从前的大小姐了，这件事情背后一定另有缘由。我得让聂真活下去，只有她活下来，才能救我，救你，救大小姐。你刚回洪州，我来告诉你一个事实吧。聂大帅已经有将近1个月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了。你觉得照这个事态发展下去，洪州会如何？你就这么相信他能赢？相信，因为他是聂真，没输过。由此刻开始，沈家一切家财由小蝶调遣。我还在想办法。二少爷，沈家的家底不能碰，后路不可断。小蝶，以你的本事，资源足够的话，压根不用想这么久的出路。可是，其实我已经猜到你的选择了。家父已经被我连夜送出了洪州，你也可以放心的大干一场。我现在是沈家当家做主的人，这是我说的。做生意嘛，要成本的。卖报！卖报！卖报！洪州少帅聂真被全城突击，聂家危在旦夕。约我来这儿做什么？小蝶的意思，我昨晚和你说得很清楚了，她是不会见你的。你还记得上次刺我的那把刀吗？别来这套，我不欠你的。你的驱逐令也把我从洪州撵出去了。你得谢谢你姐姐，如果不是她夺了权，你根本回不来。前前后后都是匪夷所思，说正事儿吧。我想知道小蝶的计划。我不会给你自作聪明的机会的。你不相信我的能力？我相信你的能力，也相信小蝶比你更聪明。但是我喜欢小蝶，所以我只会按照她的吩咐办事。日子还长，以后的我也不一定没有机会。我在查你姐姐背后的势力。我要告诉你，小蝶并不安全，因为她所有的计划都是围绕着我进行的。如果你继续按照她的计划行事，我可以活下来，但小蝶不一定。这是你希望看见的吗？小蝶掏空了沈家所有的家产，用尽黄金白银，为你铺就了一条逃出升天的道路。所有洪州的岗位、街亭、哨所都被施以重金打理，整个洪州城内会被遍地的金银扰乱，治安不存。边境处近百辆汽车会在同一时刻出关，他们都会被视作有可能藏匿着你的可疑车辆。整个洪州外海的渔船被打点汇聚，而直达南方的水路才是小蝶为你安排的真正密道。这是你去江州之后的联系人信息，他会把你带进胡家，小蝶真正的家。是那个垄断南方珠宝生意的胡家吗？对。那你呢？我负责装疯卖傻，借酒消愁。这个计划确实想进周密，但是你隐瞒了最重要的环节，对吗？他会去聂府找我姐姐，代替你成为聂府新的人质。这行不通的。你觉得我姐会杀了小蝶？也许你姐不会，
但他背后的势力为了要挟我回到洪州，一定会。那你能救他吗？差一个环节。差在，如果你救了小蝶，聂府那里就没有了人质，局势平衡不了了，对吗？对。我真的很后悔，最开始没有阻止她嫁到聂府。我和他不是在聂府认识的，你也没机会。这个时候你就别揶揄我了吧？你掌握的那些信息，能反败为胜吗？差一些，还差一些，还差多少啊？他为了保护你被千夫所指，因为担心你而食不下咽。我真的很想再给你来一刀。有的时候，我真是恨透了你们这样的聪明人。但除了你们之外，重要事情没有别的解决办法。你和他，仿佛是天生的一对。为什么还没找到？滚！别心急，只是输了一步棋，赢回来便好。说得倒轻巧。严小姐不妨仔细想一想，聂真出逃之后，一定会去的地方是哪儿？但那是我的家。输子儿倒是无所谓，但要是被将了军，我们都得完蛋。怎么，没找到你心爱的丫鬟吗？是啊，她从来都是我触不可及的至宝。好久不见，姐。怎么是你？只能是我，也必须是我。从商者皆为赌，以往都是小蝶主持沈家商业上的事情，我就像是个十足的废物。但这一次，我想自己入局，赌一把，赌你能赢，赢者方能统治。赌注呢？我的命。燕小姐，你就是这么对我的吗？多然，别再坚持了。你这样可以少受点皮肉之苦。这份善意，为什么不能分给小蝶一些？你压根什么都不知道。他在你眼里是小蝶，但在我眼里他就是个小人，是个阴谋家，是个害我一无所有的贱人。还记得这儿吗？这是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。当然记得。
干嘛一直看着我？1个月没见，我得补回来。我这边没有，去那边看看。给我搜！聂真，你确定2少爷安全？皮肉之苦少不了，但他一定能活下来。他是怎么愿意相信你的？因为我是聂真，我不会输。你怎么这么傻？你这么逃出来很危险的，知不知道？因为我想见你。等时机合适，我们再回去救2少爷。小蝶，我知道你担心你的大小姐，只是她遭受了太多苦难，心中带着恨意，而这份恨意恰巧被人利用了。是那个赵先生吗？那个装作医生对你下药，然后逼你开枪夺命的人。对。这阵子我有在查他，可是依旧没有任何线索。你出来的太早了，只要活着才有希望，你明白吗？但这一切都要等我们离开洪州以后再说。洪州对你来说太危险了。你别忘了，洪州的安危是比我更重要的事情。少神，别这样，小蝶。聂真，你说过，我们可以安安稳稳在一起的日子总会来的，我记着呢。注意安全，我等你回来。报告。有什么话需要我带到月白桥吗？不像你，小蝶一直都是个聪明人。你自己好好想想，这么熬着值得吗？他爱的不是你。我也有我的计划。走吧，我跟你回聂府。再等会儿吧。别等了，他不会来的。他有更重要的任务，整个洪州都等着他去营救。小蝶，你怎么比我还不了解聂真呢？在你的少帅心里，世间万物都没有你重要。他是听劝的。他听劝？
他听劝就不是聂真了。你为什么就不能听我一次呢？该把欠我的5分钟还给我了，小蝶。真是对苦命鸳鸯可气又可笑。我知道你想要什么，你和赵先生所获的资料还不够全吧？是不是有很大一部分在3位师长的手里？而那些文件早就被我转移了。狡兔三窟，被我耍的感觉怎么样？东西在哪儿？少帅，怎么回事？放小蝶跟我的人走，我会把另一半资料给你。做生意哪有只做一半的道理？另一半资料，我会在3个月时间里陆续给你，但那些资料都被我加密过，破译的方式只有沈二少爷一个人知道。原来你是用了这个方法保他不死。当然，我还没那么大胆，用你亲弟弟的命去试探你的底线。这是我最喜欢的笔。严小姐，考虑清楚了吗？虽然很不情愿，但我的确有你就够了。让他滚！上！走！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为什么不走？是你得让我安心才对。为什么安心的人不能是我呢？为什么护你周全的人不能是我呢？聂真，在这种时候，你不要拿你的命开玩笑吧？你知不知道？你对我有多重要？小蝶，我答应过你啊，我会赢回来的。不要！不要！少夫人，少帅，答应你的事我已经做到了，接下来该你了，带路吧。你就没有怀疑过赵先生的真实身份吗？上次我已经提醒得够明显了。这些就不劳少帅费心了。谁？站住！聂真，你出卖洪州，伤我右腿，杀我妹妹，今天就叫你血债血偿！侯师长，别冲动。
是谁给你的权力擅自枪杀通缉犯？吴一泰，我知道自己杀了少帅是罪该万死，但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。你恐怕不知道，聂府四姨太是我亲妹妹，她已经被少帅杀死了，现在连尸首都找不到。你说她该死还是不该死？那也该等大帅定夺。大帅膝下就这一个儿子，往常就是他再顽劣不堪，大帅也必会包庇。这如果交给大帅处理，我妹妹不就白死了吗？侯平现在只求武姨太能保我性命，至此，侯平为武姨太马首是瞻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好，聂真手上现在有一批文件，我需要你最快速度帮我找到。侯平多谢武姨太不杀之恩，所差之事誓死办到。答应聂真的事，我会做到。你走吧。女儿，看样子在外面受了委屈吧？爹太想你了。我这不回来了吗？回来就好。聂真他没有死，他有他自己的计划，对吗？少帅，刘秀，你相信命运吗？我信不信不重要，但我更相信事在人为。少帅，你真要这么赌吗？一颗子弹装进弹仓，用拇指锁定住，然后以12牛顿的力转动。2秒后上膛。此刻的弹仓一定是你预选的，虽然几率看起来只有1/6，但实际上是100%。我从来不赌，我只用信息差来赢，所以你说事在人为，也是对的。少帅，原来你会用枪啊！怎么连我都不知道？我不喜欢枪，并不代表我不会用。我需要的是信息，咱们也只有这个筹码。我叮嘱你的事情，放心，少帅，我会拿命护少夫人周全，一定要办到。你说话。少帅，他不会有事的。刘秀，你就是这样保护少帅的吗？军令如山，他让我全力保护的人是你。不都是一样吗？不都是把自己陷入死地吗？我相信少帅，他能活下来的。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老实交代身份。我真是从江州逃过来的。我在江州的胡家做珠宝匠人。你问多少遍，我都只有这一个答案。那你为什么跑来禹州？我跟您说实话吧，我欠了一屁股的债，但我跑的时候带了很多的珠宝。只要您愿意饶我一条命，我可以分您一半。哼，这点好处就想收买我啊？全部都可以给您，只要您饶我一命，让我跟您混口饭吃，成吗？
聂真，我知道你还活着，我知道你在进行着一项危险的计划。我写下日记，不知该寄去哪里，也不知道哪一天能交到你的手里。但是我知道这一天一定会来，这是你答应我的。我已经抵达胡家了，我和父亲见了面，也都安顿好了。刘秀负责着我的安全，我知道你把最信任的人留给我，意味着什么。我会让你安心的。胡家一切都好，我等着你和我一起。聂真的计划，我是真的不知道。我有的是时间，等你说。该说的、不该说的，我都说过了。你为什么总是偏袒他？他究竟是怎么做的，我都看在眼里。你可能是看在眼里了，但是我是亲身经历的。当时我被他喊出沈家，目的是为了杀掉聂真。他当时已经有线索，是我拿枪指着少帅的。如果他真的是为了害你进入聂府，那他杀聂真究竟有什么好处？都是障眼法罢了。姐姐，你真是糊涂了吧？他当时以为你死了，他障眼法给谁看？姐，我有预感，一切都快结束了。小蝶是不会回来救你的。不是他，还有其他人记挂着你？是少帅。你在祈祷一个死掉的人来救你？你之前不也死过一回吗？同样是在河里。我来给你讲讲我和你母亲的故事。你母亲啊，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柔的女人，这些都是当年我写给你母亲的情书。你看看，这封情书，我想送给我最在乎的人。我该如何比喻你在我的世界当中的意义呢？就好像，当乌云撇去过后，我见到了最光洁的月亮；当暴雨撤散之后，我见到了最炫目的红光。如果有心，你就应该来找我，应该来接我，应该来爱我。这些我发誓都能够为你做到。你能也像我一样，像青天，像碧海，起誓吗？我发誓。久等了，夫人。
就知道你在骗我。那当初你说要开那个什么记者发布会，不也把我一个人撇在了聂府？这下好了，我们扯平。小蝶，不要记恨我。我就知道你一定不会有事的。我一直都很想你。我也真的很想你。对不起。所以你的计划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你都不跟我说呢？如果我告诉了你，你就不会回到江州了。你可以出来了。还是回头再温存吧。我这次来江州是假装谈军火贸易的，留得越久，变故越大。是你啊，还请夫人不要因为当时的那一腔记恨，我也是奉少帅之命行事。好在我枪法达标，没有辜负少帅的嘱咐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……更早之前，我最重要的任务是为了查清楚严冰冰或者说沈清夏小姐背后的势力，而我手中最隐蔽的底牌，就只有侯师长。在我被严冰冰关在聂府的时候，我得知她背后似乎有一个所谓的同袍会正在行动，但是我的眼线遍布整个洪州，这是个根本不存在的组织。为了调查清楚这个，我做下了假死之举，好让自己可以有最自由、最安全的空间去大展拳脚。后来我独自行动时，线索开始逐渐导向了渝州，6座城市，19个假身份，54条线索链，总算让我找到你了，赵营赵部长。赵营，渝州情报组织的部长，其目的在于挑起2州战事，并且利用手段将胜利的天平无限倾倒向渝州。那些从聂府搬出去的资料，全都送回了渝州，为的就是做出针对性的战争部署。军队的调度是及时的，他可不是下象棋呀。但时代已经变了，排兵布阵不再是打仗最重要的技巧，而是细细差。渝州要的也正是这个。现在洪州已全无秘密，倘若2州一旦开打，洪州将会彻底覆灭。洪州早就已经在生死边缘了，所以我们得回去洪州了。洪州的黎民百姓安危在此一关。这次我们一起回去。可是我跟你一起，你会有危险吗？不会再有了。梦啊流雨之风，生了成全多少事与众。但是在走之前，我们还得在胡家办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向二老请茶。沈老爷。胡老爷。沈老爷，您是小蝶的养父，从小蝶口中我知晓您待她一直极好，这份养育之恩，聂真谢过。胡老爷，早年间时局动荡，您选择了最无奈但又最正确的方式，让小蝶活了下来，但却要独自承受20年的思念之苦。此番请茶，聂真就是想请二老放心。小蝶是我的妻子，我绝不会让她受到一丝一毫的委屈。另外，也请沈老爷放心，我会把小蝶带回洪州，把大小姐和二少爷一起救出来，请二老放心。
辛苦你了。辛苦的不是我。明早就出发？对。我还是有些不信你。那你要怎么才能相信我呢？我发个誓。哎，口说无凭。今日，我聂真。不行，你也得发誓。我发什么誓啊？因为你上次抛下我一个人了，所以你也得发誓。毕竟咱俩都是惯犯。行吧，说的也有点道理。今日，聂真、蝴蝶发誓，此生再不抛下彼此，无论艰难险阻，定守风雨同舟，不离不弃之约。两人对此均无异议。若有违背，天诛地灭。怎么样，怕不怕？现在要是反悔呢，还来得及。我聂真除了失去你，没什么好怕的。签字吧。柳秋，一会儿咱们分头走，免得被赵营的人发现。明白。聂真，这是给你做的战袍。谢谢夫人。那我们出发吧。爹，老爷，等我们回来。二老保重。沈大小姐，我想提醒你，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聂真那里剩余的机密文件，我们仍旧一无所获。你打算让我怎么做？开一个记者发布会，内容我帮你设计好了。你想要我罢免3位师长？没错，这样是最直接的，罢免师长，拿到他们的文件，这样我们才能救出剩余的同僚。但那3位师长绝不是逆来顺受之人，贸然对他们动手，势必会造成混乱。我答应帮你，是为了要颠覆聂家。我不想看到洪州的黎民百姓遭受内乱之苦，
沈大小姐，当初你在聂真身上犯的错误，我不想再看到第二次。明天的发布会你自己能处理好。另外，聂府的守备兵力我会调走，另有安排。什么安排？严彬彬小姐，如果我是你的话，就不会乱动。你是来杀我的？严彬彬小姐，如果我是你的话，就不会乱动。你是来杀我的？当然不是。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我是奉少帅之命送你去见他的。时间刚刚好，走吧。看来你家主子回来了。是你，你总算是……小蝶呢？现在不是酗酒的时候，能走得动的话，就赶紧。少帅，有些太刻薄了吧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就不能让我再见小蝶一面吗？他负责劝你姐姐。少帅，谢谢你，让我赌赢了。别谢我，是你自己赢得漂亮。况且，我和他还有最后一手牌，才能决出胜负。赶紧走吧。我们少夫人想跟严小姐好好叙叙旧，我就不打扰了。大小姐，好久不见。你真的敢来见我？也是，聂真有的是手段保护你。这是聂真卧底3个月查到的有关赵云的所有资料。给我做什么？我不过是他的帮凶罢了。他是谁对我来说没那么重要。但你是谁，对我来说很重要。5年前，与洪两州交战，洪州得胜。禹州为反攻实施了离间计划，而这个计划的负责人就是赵云。你在期待我能变回以前的沈清夏吗？不可能的，小蝶，别天真了。我原本以为你活着是不可能的，我以为我再见到聂真是不可能的，但我后来慢慢的发现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。你也一样，大小姐。小蝶，要帮我保密呀！放心，我不
会告诉老爷的。看，这扇子专门为你挑选的，配你真好看。谢谢小姐，我很喜欢。小蝶，我们再也回不到从前了。不会的，大小姐。小蝶这次没有迟到，我可以陪着你很久很久。你不怕我姐姐不信任你们？这个可能性不存在。现在只需要全力对付赵莹的反扑即可。这么确定？原本没这么确定，直到昨晚看见你这么惨以后，我和小蝶更加了解沈小姐的心意了。怎么说？她没有必要对你施以极刑。一开始，你只是被软禁在聂府。而他一旦开始对你动手，就说明他对赵莹产生了不信任。为了不被发现，你就免不了成为牺牲品。辛苦你了。我倒是无所谓，但是赵莹真的看不出我姐的变化吗？这就是我今天的任务了。聂大帅已经数月不曾露面了，民众需要一个解释。聂府今天召集我们，是要宣布什么大事吗？这不是聂家武仪泰吗？又是他代替大帅通报。各位记者朋友们，感谢你们的到来。今天聂府召集你们前来，是为了宣布一件极其重要的防务举措。在我手中的是一份由聂大帅亲笔签名的文件，不容置疑。洪州出现了极为严峻的情报危机。以及旁系军阀的间谍渗透。这个人名叫赵莹，他在民间扮演着各种身份：医生、我中枪后，在渝州调查了3个月。你查我的底细，改变不了任何事情。查你，用不着3个月。你什么意思？赵莹，你是干情报的，你应该知道，情报最讨厌的就是变量。在江州有个胡家，掌握着资金庞大的远洋商贸公司，而这个家族的权力而为，足以让无数假情报涌入你的渠道之中。你这颗老鼠屎，坏了洪州这碗高汤，我就反其道而行之，用无数假情报让你苦心获得的真线索毫无价值。如果你不回去，你猜他们怎么分辨真假？你猜渝州还敢不敢出兵？
简单，高效，但你凭什么认为我出不了洪州啊？怎么，打算在这儿捅死我吗？不，捅死你多没意思。我要捅死你想救的人，捅死你欣赏的人，捅死你在乎的人，那最后会捅死你爱的人。是吗？那他在哪儿？他人呢？在哪儿？他不是一直跟着你的吗？那个奸丫鬟人在哪儿？我劝你换个称呼。你也无所谓，他跑了就跑了。聂真，我警告你，如果你不把我送出洪州，其他人就……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告诉我真相，我还可以放你一条生路。沈清夏是我下的药，你爹也是我下的药，就这么简单，你还要什么真相？我确实不需要，但是我得让你亲口说出来。最后一局是他的计划，完美无缺。不可能，凭什么是他？惊喜吗，赵先生？聂家、沈家诊所3位师长刚好够用。赵莹，整个洪州你别想再骗到任何一个人。赵先生，我们是来给你送行的。赵莹，你输了。聂真，如果一开始你没有遇上你的夫人，一切会怎么样？不会的，因为我和她是命中注定。少帅，你不亲自动手吗？你知道的，我不喜欢用枪。肾上腺素，才让我有机会亲自过来跟你说最后的话。爹，我已经郑重的向他道过歉了。真儿，有些话当爹的放在心里很多年了。真儿，对不起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母亲，我对不起洪州的老百姓。我对不起，爹，真儿。春风吹不尽，似水流年。你能原谅爹吗？相遇在乱世苍茫的边缘。是否还记得昨日的誓言？是否眼中还有留谁在黑夜小姐，等待黎明来临时，替我好好的劝劝他，你们要过得幸福，一定要幸福。抬头问苍
啊！